大家好，我是 A。那到今天啊，我們又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 Hit and Run 玩家，對，又是 Hit and Run 玩家，但是我們這次啊，那個着重的重點啊，是跟之前一樣，就是啊，我是怎麼應對這個 Hit and Run 玩家，對，那其實啊，又是那句打 Hit and Run 最重要用什麼英雄？就是啊，我們之前所說用這個 Dr. Spider， 對，為什麼？就是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魚餌打法就是我們對付 Hit and Run 玩家那個主要的一個重點打法，對。那今天啊，我們做來開場，我用這個 Dr. Spider 為副藥，對，其實啊，雖然說是用 Dr. Spider 來看他 Hit and Run 打法，但是 Dr. Spider 是做不了那個主要英雄的，要我說的話，所以的話，就是用 Dr. Spider 來看他 Hit and Run 玩法的一個副角色定位的一個機場比賽，對。那今天啊，我們說一個題外話吧。那不知道大家對昨天那部影片怎麼看法？那其實啊，我是挺喜歡的。如果問我的話，因為那部影片其實作為一個很簡單一個我怎麼打 Hit and Run，不是 Hit and Run，就是一個場外非玩家的一個故事啊。那其實整體來說我是挺喜歡，就是無論誰輸誰贏也好。那但是其實很多觀眾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他不同的那個打法之類的，或者是他的那個玩家是對面那個玩家的一個情況。那其實我原本呢都覺得他只是一個在場外飛的一個一般玩家，因為這個伊利佛其實這種玩家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越看越不對勁，就是其實這個玩家我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他其實應該是有外掛來的。那我在這個直播打那個玩家的時候，我其實也是隱隱約約的覺得他有點怪怪的，因為其實第一就是他很多奇怪的那個角度都打不到他，另外就是他那個 CD 其實比一般的一些玩家都要快啊，要我說的話。那如果因為很多東西都沒在那個影片展示出來，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那個原影片，對，其實裡面有很多非常非常之奇怪的一個時刻。那再加上有觀眾跟我說，他開了一個叫 mod 的東西，來導致他開技能的那個印子完完全全的減低，甚至是沒有。那其實這個真的他說了一下，我翻前面看，我才有留意這一點。對，那除了那個一開始那個 DT 的鬼影衣服之外，因為其實我認真的看了一次，他那個鬼影衣服真的是沒有印子的，他一開，然後0秒直接把我抓過去，所以的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之誇張。對，那而且如果是最後一局的大家有留意的話，那個玩家他開這個機械工兵，就是那個追蹤炸彈那個 SD 也是沒有印子的，所以的話真的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東西。所以的話，雖然你說它是一個什麼 mod 的東西，但其實我覺得那個基本上跟外掛是沒兩樣。有可能他這個 mod 所指的就是外掛，但是總之他我覺得就是一個開外掛的一個場外飛的 toxic 玩家，所以的話基本上你用什麼打法來抓他也是沒用的，因為基本上他也是會用的外掛來把你所抓他那個行動全都變成沒用。對，所以的話基本上就這樣。那希望大家喜歡昨天那部影片。那我們回到這部影片裡面，對，那已經來到這個第3回合了。其實打到 Spider， 我為什麼要這麼樣穿這個裝備？就是為什麼做這個諜影戰機跟這個衣服，這個是死魂衣服。对，為什麼這麼穿？其實因為 Dr. Spider 主要的一個輸入手段很明顯就是那個坐飛機。那我穿這2件衣服，其實就是增加自己這個英雄的那個靈活性，就是讓對面不要那麼容易把我抓住，而且我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傳這個 Dr. Spider 的那個蜘蛛那個飛機能量。對，所以的話，為什麼我是穿這2件裝備，在我這個 Dr. Spider 裡面就是這個原因。那很明顯如果大家記得的話，這個鳳凰玩家是之前打過的一個鳳凰玩家，那他也是一個 Hit and Run 的玩家，很明顯。那我們Dr. Spider 一用，基本上就符合這個魚餌打法的那個最低標準就是只要你拿出來，基本上他就不會不停的跑了，因為 Dr. Spider 是完完全全的克制 Hit and Run 打法。
他們就是怎麼的跑，怎麼的拉距離，基本上 Dota Spider 都可以很完美的把它抓住。對，所以的話一開這個 Dota Spider， 他們就無所遁形了。OK， 那這邊的話很不好運啊，被他那個裝備噴下來。那其實啊，剛才你看到的話，我的所有的反裝什麼都也好，都是沒傳好的。那為什麼他的那個 CD 會比我快那麼多？那其實跟之前所說的那個原因一樣，就是 Dota Spider 針對 Hit and Run 打法雖然真的非常之厲害，但是它的壞處就是它上飛機的時候，它的 CD 會傳得非常之慢。那所以的話，為什麼我不鼓勵啊用那個 Dota Spider 作為這個主要英雄來使用？因為基本上如果你整場啊都是用 Dota Spider 的話，你一到技能階段，你就會暴露你的最大的弱點，沒有技能，他一抓你就直接死了。對，那就是這個原因，我是不鼓勵啊用 Dota Spider 作為這個主要英雄用整場啊。就是前期用來做那個血量壓制，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壓到一半的話，基本上你的 Dota Spider 的使用就完全的及格了。那我們就來到這個第4回合的中階段，那這邊已經開了 SD 了，那我們就不要再換 Dota Spider 了，我們就直接用回超雄戰士，因為前面那個任務已經完全的很完美的執行了他那個壓血量那个任務，所以你看到他那个现在那个血量啊，是比我差非常之多那个距離。对，那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不要犯太大失誤就行了。那我們就小心一點，別讓他那個鳳凰打到。OK， 這邊的話可惜。那我們頭盔還有啊，我們準備沒有。那這邊的話，他很明顯應該是沒打算騙我，但是我也是照開了，因為基本上妖術頭盔那個開啟啊，很多時候都不是看對面準備要做什麼，是你預想對面要做什麼，所以的話，有時候不是跟這個反應有所關係，就是只是你單純預判錯了而已。OK， 這邊的話，我的頭盔快好了，因為也是那句一開一關只會剩下那個1/5。對，那這邊的話再抓他一次他死了。哎呦，可以，這邊的話他開了個盔甲，但是他掉下去那個餃子裡面啊，那基本上他那個盔甲開沒開是沒差的。我這邊他全都規定了，但我們的技能全都有，那我們開星河披風，又是收頭最好用的裝備星河披風。哎呦，我這邊的話可惜來到第5回合，那一開始的話，很明顯你看到他作為這個 Hit and Run 的那個英雄啊，他還是選擇壓過來，就是代表什麼？代表我們的魚餌打法非常之成功。對，那這邊的話可以啊，把它從那個避戰型玩家變成這個進攻型玩家，那我們就可以，那就是我們計劃當中，那如果他是已經變成那個衝鋒型玩家的話，我們就可以換為超時空，因為任務也算是完成了一半吧。雖然沒有把它全壓過來，但整體把它打法改變了，也是一個不錯的計策。對。那這邊的話可以，那我們嘗試把它抓住。哎呀，可惜啊，他那個反 spawn cam 不錯，也是這種說鳳凰也是我很喜歡用來反 spawn cam 的這些英雄，所以的話，他剛才用法其實說跟我用鳳凰的用法是一樣的。OK， 這邊的話小心點。那我們進攻同時要避開他那個最終的鳳凰啊，就是射出來那個東西。對，這邊的話技能好了，那基本上打他倒地一次，那就直接開技能抓他。那很明顯，他的技能的使用都是比較偏向這個反手型啊，就是這個玩家就是打機場的玩家，對於這個技能使用其實有一個區別，就是有些玩家他的那個技能使用只是用來作為這個反裝使用，那這個玩家就是偏向這個反裝使用。那我們打這種反裝使用的玩家，我們就用技能逼技能，把他的技能先逼出來，把他那個保險線先拿走，那基本上你就會很容易取得勝利啊！這邊呢直接開，哎呦可惜。那這邊的話，其實我應該是打算開技能，但是他這個位置有點尷尬，因為就算這個位置開技能抓他，他也很容易被我打下去。這樣的話，那就代表說那個技能就會變得沒有這麼多價值啊。那我們盡量把他拉去了比較空曠的地方，不要那麼容易被我打下去，對，那才是開技的那個最佳位置。OK， 這邊的話嘗試 spawn cam， 哎呦不錯，那這個位置是很好啊，那我們把它抓進來一點點。哎呦，那但是我選擇把它丟下去啊，那也是一個好選擇，那起碼就防止他用一些其他裝備
把我抓住。对，雖然他是防守型玩家，但是他也有一些攻擊型的一些技能。那我們時間來到快 DT 了，那兩邊選的是差不多。那我這邊是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了。現在的話，又是來到誰抓到誰先死這個環節。OK， 這邊逼瘋 ，OK， 那這邊抓到，那基本上把他射下去，那基本上他已經死了，因為他的裝備已經掉下來了。這邊要小一點，他 SD，OK， 那抓他一次就完結了。